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i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健身厨房。年前我终于被人安利去买了羽衣甘蓝粉，感觉现在有越来越多没空吃蔬菜的人选择喝羽衣甘蓝粉来代替，以便获得足够的膳食纤维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主要是不想洗菜、切菜、储存菜。Anyway， 用羽衣甘蓝粉来代替吃蔬菜还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。虽然我记得我以前说过，一般的蔬菜打碎了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，但是冻干的羽衣甘蓝粉它算是个例外。虽然它肯定还是比不上完整的羽衣甘蓝，但是你喝冻干的羽衣甘蓝粉是可以起到不错的作用的。不愧是本来拿来做绿化带的东西。我看到现在有不少人拿它来代替咖啡，甚至用它冲拿铁什么的。但是那个喝法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，毕竟这个东西一股菜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时间我在研究怎么用它做汤做羹。那么今天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浓缩番茄炖蛋羹，用微波炉就能很轻松的做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。我今天介绍的依旧是1人份的做法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容器的大小，我这是2个350毫升的碗，350毫升的碗刚好能装下这一份羹，这个水量的视觉效果和味道都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准备番茄，我们需要75克的小番茄，75克到90克都 OK， 越小的番茄味道越好，而且等下摆盘也越容易。用刀的这个部位来把番茄扎破，避免番茄在微波炉里爆炸。用刀的这个部位来处理是最方便也是最安全的做法。然后我们来准备鸡蛋，这样一份要用到2个大一点的鸡蛋，通常会在100克左右。把鸡蛋打散，然后加入100毫升的热水，加入1/8茶匙的盐，加入1/4茶匙的鸡精，搅拌均匀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番茄和鸡蛋都放进微波炉加热，记得在下面放上隔热垫，以便等下从微波炉里取出来。可以找一个盖子把番茄盖住，来挡住沸腾的番茄汁。然后我们需要分2段来加热它们，用最高火加热。第一段只加热番茄，第2段把鸡蛋也一起放进去加热。那么如果你用的是常规的900瓦微波炉，这2段分别是4分钟；如果你用的是较弱的700瓦微波炉，这2段分别是5分钟。OK， 2段加热之后，番茄和鸡蛋都烹饪完成了。鸡蛋从表面上看起来干透了，其实里面还是湿润的，吃起来会是那种老一点的蒸蛋的感觉。番茄呢，则会是这种半脱水状态，番茄味已经浓缩了。那么我们用勺子把炖蛋切割一下，切割之后蛋会吸出一些水，但是水量不够，所以我们再加入100毫升的热水。现在就可以把羽衣甘蓝粉放进去了，然后搅拌到汤里面。烹饪完成之后再加入羽衣甘蓝粉，可以确保维生素不流失。这里顺便科普一下，水煮蔬菜其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做法，因为水煮的过程会破坏大量的维生素。所以我这里是烹饪完成之后再加了羽衣甘蓝粉。我这里加入了3克，因为我买的是1支1支装的，这正好是1支的量。然后是番茄，这是用来做浇头的，加入1/2茶匙的生抽，用勺子压一压，我们就获得了番茄泥。把番茄泥铺到蛋羹上面去，最后按照自己的口味抹一点黑胡椒上去。那么这道浓缩番茄炖蛋羹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么来看看这份蛋羹的营养构成。这一份的总热量差不多是165大卡，里面有14.5克左右的蛋白质，9.5克的脂肪，5克的碳水，然后是553.5毫克的钠。我觉得羽衣甘蓝还是要吃咸口的才比较正常。如果你家也恰好有羽衣甘蓝粉，不妨来试试做成这样吧。不管是加到早餐里启动一天，还是晚饭做一道配菜，都挺不错的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，麻烦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Maxi， 那个主要研究怎么吃的业余健身博主。希望大家在获得好身材的同时，都能吃得更好一点。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